这个人渣喝醉酒玷污了实习的女知青，却不敢承担责任，逃离半年后归来，却得知在他走后，岳林查出怀有身孕后喝了农药，一尸两命，父母也因此彻底和他断绝了关系。铁柱一辈子活在了忏悔之中，始终忘不了那个被他伤害过的女孩。你简直就是个混蛋，居然敢如此对岳林同志，他就是个流氓，就该把他关猪笼沉湖。岳林可是个好同志啊，来我们这穷村实习帮了我们多少忙啊，再有几个月人家就能回市里农业部门上班了，铁柱真是该遭雷劈。要我说，绝对不能轻饶了他，一定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听着一声声的谩骂，铁柱突然惊醒了。村委会，难道我重生了，回到了1985年的那个秋天？此时上平村的支书曹旺开口道：喜仙，大家的愤怒你也看到了，铁柱这次确实惹了大祸。楚喜仙一脸愤恨，他现在恨不得把铁柱打死，而母亲王秀莲急得满脸是泪。曹支书，你一定得想想办法呀，咱都几十年的交情了，铁柱也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可不能看着他出事啊。现在可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岳林同志归农业局管，如果他们追究责任，那谁也救不了他。这可不行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他爹，你想想办法呀。哼，都是你惯的，现在出事了才知道着急，事是他惹出来的，就该承担相应的后果。你只顾自己的儿子，人岳林也是个孩子，眼看着大好前程被毁了，你咋不替人家想想？行了，别吵吵了，再怎么说出了这事，也给我们上平村脸上抹黑。我给你们提个建议，让铁柱把人岳林娶了，但前提是人家女同志的愿意。这句话却让二老都沉默了，纷纷看向旁边的岳林，面露难色。忽然铁柱的小姨王霞满脸怒火地冲到铁柱身前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他是我同学，按辈分是你林姨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个畜生！林，外面冷，咱们进屋吧。随后王霞扶起抽泣的岳林进了屋，喜仙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，抡起一根木棍就朝着铁柱走来。你个畜生，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老东西，你打，把我也打死算了。楚喜仙僵持许久，也没砸下，愤恨地丢掉木棍。就在此时，王霞走了出来。都别吵吵了，铁柱，岳林让你进去一趟，好好承认错误，拿出男人的担当，现在能救你的只有自己。铁柱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进屋后，铁柱刚想开口道歉，却不料岳林猛地抬头看向他，眼神充斥着强烈的恨意。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，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。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担起这份责任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会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岳林却猛地一把推开铁柱，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，然后在王霞的陪同下离开了村委会。看到这个结果，曹书记也松了口气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在背后嚼舌根，这是破坏团结的行为。如果让我发现，必然不会轻饶，都散了吧。众人眼瞅着没热闹看了，再加上曹旺有意要把事情压下来，也都纷纷散去。铁柱，你给我听好，别以为岳林啥也不说你就轻松了。岳林一天不原谅你，你就得给我求他，再敢给他半点委屈，我亲手打断你的狗腿。曹叔，你看我怎么做就得了。若岳林肯嫁给我，绝对不会让他再受半点委屈，我会风光的把他娶进家门。别说大话了，咱家穷的叮当响，拿啥给人家办婚礼呀？父亲说完便和母亲一块离开了，而铁柱并没着急回家，他现在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规划一下，然后一个人上山。如今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风风光光将岳林娶进门，利用前世记忆，抓住各种机会赚钱，让爹娘小姨所有对自己好的人都过上好日子，满足岳林的一切要求，此生只为他而存在。下了山，经过小姨王霞的家门前，铁柱还是忍不住进去了。王霞出来接水，正好看见铁柱。你现在来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回去，别在这里给我找麻烦了，行吗？我在山上摘了点野果，想送给岳林尝尝。岳林现在哪有胃口？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他现在根本不可能见你，有我在这里照看他，你就别管了，赶紧给我滚回去。铁柱也不顾小姨的阻拦。岳林，这果子是我在山上采的，很新鲜，你先吃点吧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，我在此立誓，必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说完，铁柱就离开了。这个人渣喝醉酒玷污了实习的女知青，却不敢承担责任，逃离半年后归来，却得知在他走后，岳林查出怀有身孕后喝了农药，一尸两命，父母也因此彻底和他断绝了关系。铁柱一辈子活在了忏悔之中，始终忘不了那个被他伤害过的女孩。续接上集，重生后的铁柱为了弥补当年对美女知青的亏欠，立誓要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今天他要出门去搞钱，根据前世记忆，他以前在工地里干活，负责食堂采购的叫赵长发，数百号工人的伙食都是他采购，每次都是低买高报，赚了不少的黑心钱。他重生后的第一桶金就在这个赵长发的身上，于是他来到工地，找到了工头老马。马叔，忙呢？你谁呀？怎么见面就叫马叔？咋的，马叔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侄子婚礼的时候是我给放的炮。老马却恍惚的觉得是，也觉得不是，但他侄子结婚是对的。是，好像是你放的炮。你咋来工地了？想找活？铁柱也不想多说废话，左右看了看，便趴在老马的耳边。马叔，我是来跟你说，
赵长发那家伙赚您的钱，他进货都是低买高报，这些都是市场的朋友跟我说的，而且赵长发还吃回扣呢。啥玩意？好你个狗日的赵长发，居然把手伸老子兜里来了！那个谁，去把赵长发给我叫来！妈的，还反了他了！功夫不大，赵长发皮笑肉不笑的来到老马近前。马哥，你有啥事啊？我问你，平时你进货的钱都能对得上？能对得上啊？老马抡起满是老茧的大手，直接就打在赵长发的脸上。你他娘的都坑到老子的头上了是吧？马哥，你别听人胡说，我没坑你的钱啊！老马的暴脾气可就压不住了，上来就是一顿猛抽。马哥，看在我三姨夫的面子上，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去你娘的！你三姨夫前几天把我老丈人养的大啊都给拖回家炖了，你特么全家都没有个好东西，现在立刻给我滚，再也不想看见你。话音刚落，赵长发一溜烟跑了。大侄子，这次多亏了你告诉我，要不然都不知道会被他坑多少了。现在他滚了，以后采购的活就给你干吧。铁柱前世就打了一辈子的工，这一世他决定要自己当老板。马叔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可以给工地送菜，都是自己家种的，没农药，无污染，从上平村送到这，您就给我加个来回运费，您看行不行？行，我这人多，一天的需要上百斤的菜，你能给我送来，我就照单全收。马叔，那咱就说定了，明天早上我就开始给你送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准备了，您先忙。回到上平村，铁柱直接去了村长曹旺家，因为整个上平村就曹旺家有拖拉机。曹旺一听铁柱要借拖拉机，脑袋摇的就好像拨浪鼓一样。你就是说出大天来，拖拉机我也不借给你。铁柱，你能不能学点好？昨天的事你是不是又忘了？你不想怎么去让岳林同志原谅你，却跑我这借拖拉机，你咋想的你？曹叔，我是要给市里送菜用，也是为了赚点钱，您那拖拉机放着也是放着，又弄不坏。你快别在我面前说这些大话了，送菜赚钱那么容易赚的话，咱村都去送菜了，还轮到你？别跟我扯淡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曹叔，那晚老刘嫂子的男人不在家，您半夜从人家院里出来，我可没跟大家说呢。你借我拖拉机，我一忙起来就把这个给忘了，不借的话，那我闲着无聊就只能到处去说了。这话一出，曹旺五官都要被那苦相给淹没了。其实他那天晚上是去给老刘嫂子送化肥的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没有也有了。快走吧，你个混账东西！哎，谢谢曹叔。回到家，听了铁柱的解释，楚喜仙可就恼火了。我还不知道你那两下子送菜，你送什么菜？立刻把拖拉机给我送回去，给人弄坏了，你能赔得起吗？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儿子的话我信，咱家那几亩地的菜，明天就给儿子拿去。你就惯着他吧，明天他要是能把菜卖出去，我楚子倒着血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铁柱就拉着一车菜去了工地。来了，大侄子，叫人把菜卸下来过秤，到时候我给你钱。行啊，马叔您就别管了。一顿忙活下来，总共是275斤的菜。马叔，菜都算好了，275斤就算270斤，按照现在的市场价，有贵菜也有便宜菜，我都算您2毛1斤，一共是54块钱，您看下吧。老马做包工头早就做到万元户级别了，54块钱连看都不看。徐会计，赶紧给我支60块钱来。时间不大，徐会计就把钱送到了。马叔，给多了。输给你的就拿着，说好来回运费算我的，说话就得算话。这些菜够我们吃2天的，你后天的时候再给我们送。我不在的话，你就找徐会计拿钱，他敢不给，我能砸断他的尾巴呢？那就谢谢马叔了。后天我还这个点来，您先忙吧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回去慢点，拖拉机这个破逼玩意不好控制，我老丈人开着玩意差点把大腿都摔断。铁柱点了点头，便开出工地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回上平村，开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跑。刚回头，铁柱一脚就踹在了荣家鹏的脸上。谁欺负我的女人，我就弄死谁。上集说到铁柱开出工地，却并没有回上平村，开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狂飙。另一边，母亲王秀莲站在门外张望着，儿子的菜也不知道卖的咋样了。还能咋样？他要是有这个出息，我都得给楚家列祖列宗们磕头了。再说市里啥菜没卖呢？他连个许可证都没有，人家能让他说卖就卖吗？王秀莲也越发的担心起来，生怕铁柱跟人家言语不合再打起来。就在老两口唉声叹气的时候，拖拉机的突突声便出现在耳畔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儿子回来了。楚喜先见儿子平安回来，心里也高兴，只是嘴里不说。儿子，那些菜都卖完了。都卖了，一共卖了54块钱。你说卖了多少？54啊，不对，准确的说60块钱。家里年收入都不到200块，卖一次菜就赚了54块，难道市里的钱那么好赚吗？爹，娘，我给你们买了点东西。娘，这是你一直喜欢的布料，我给你买了几尺。爹，这是酒和猪头肉，都是你最喜欢的。王秀莲接过料子，眼眶瞬间湿润了，楚喜仙的眼底也波动起丝丝的泪花。娘，以前儿子不孝，惹您生气，让您操心，以后我不那样了，我一定好好赚钱，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你跟爹先回屋吧，
我把给月林买的东西送过去，就回来吃饭。娘，我想吃你做的面。好，我这就做。死老头子，你看什么看？快点去磨面。没听儿子说要吃面条吗？整天吃面，你也吃不腻。嘿嘿，我吃一辈子都不会腻。铁柱刚到小姨家门口，就听见院里有人在争吵，听声音是岳林跟那位一起来实习的龙家鹏。这家伙就是个斯文败类，仗着自己有点文化，整天在上平村耀武扬威，骗吃骗喝。更可恨的是，龙家鹏对岳林一直都有意思。小林，我听说你父母给你办好了工作，再有2月你就要回市里上班了是吧？你也知道，当初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耗子都不拉屎的穷山沟，就是为了你。现在你要回去，我还留在这里，这对我不公平吧？岳林只是低头不语，他现在心里都害怕回市里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，哪还有心情去管他公平不公平？小林，当时在大学里可是有很多人追求我，给我写信，我全都拒绝了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只想跟你双宿双飞，白头到老。你要是心疼我，就给你的父母写封信，让他们把我的工作也解决了吧，最好是跟你调到一起去，那样咱俩也可以朝夕相处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龙家鹏，我一直都只是把你当做同学，从来都没有想跟你处朋友的意思。这次回市里工作，我自己都在考虑，所以我帮不了你的忙，你也别再对我说是为了我来到上平村这些话，我担待不起的。龙家鹏瞬间恼羞成怒，本性暴发，他一脚踢开旁边的洗脸盆。你现在跟我说这话，你现在跟我说你担待不起，你把我当什么？难道我陪你在这里吃苦，就是为了你的一句担待不起吗？你话音未落，忽然听见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刚回头，铁柱一脚就踹在了龙家鹏的脸上。谁欺负我的女人，我就弄死谁。说完就想上去接着教训他，让他以后离岳林远点。不料去地里摘菜回来的小姨王霞正好回来。铁柱，给我住手！你想干啥？龙家鹏见有人拦着，立刻变得嚣张起来。你敢背后偷袭知识分子是吧？你以为我怕你吗？我当时就是大意了，没有闪，有种你现在跟我打！铁柱二话不说就要动手，就在这时，内心炸裂的岳林猛然喊道：“你们都给我滚！滚！我不想看到你们！”这一声喊疼了铁柱的心，也喊怕了龙家鹏的目光。龙家鹏转身便跑了。我给你们买了些吃的跟用的，还给小林买了件衣服，看看合不合身。我先回去了。你哪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？不是偷也不是抢来的，是我凭辛苦跟本事赚来的。天还没亮我就给市里送了一拖拉机菜，赚了54块钱。虽然钱不多，但市场面也算是打开了。以后我会陆续的赚更多的钱，并且我会把赚来的钱都交给小林保管。铁柱拿出25块钱放在袋子上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看着铁柱离开的背影，岳林的心里却升起那么一丝的不忍。我这外甥是真的变了，居然真的把钱给赚了回来。25块钱啊，比一个城市工人的工资都差不多呀。你把这钱收好，以后你们真成为一家人，就该你管钱。现在先熟悉熟悉业务。我不要，你别给我，他赚的钱凭啥给我？待会你连同这些东西都给他送回去。哎呦，我这个外甥，看看给咱买了啥呀？雪花膏啊！岳林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这个雪花膏吗？这还有罐头呢，这肯定是铁柱这家伙买给你吃的。这是衣服吧？这不是咱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款式吗？你快点试试看。岳林本来是拒绝的，可是在王霞的强烈要求下，还是穿在了身上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你还别说，铁柱是真会买东西的呀。此时铁柱来了曹旺的家里。曹叔，这是孝敬您的。咋的？你他娘的又有啥歪心思？嘿嘿，曹叔，我想把村里的所有青菜都承包了。你跟我开玩笑呢吧？上平村别的没有，就是青菜多，几百亩地的青菜，你都想承包？你卖给谁去啊？我自然是有路子卖，您就在村里帮我吆喝一声，以您的威望，谁敢不听您的？曹旺连忙摇头拒绝。曹叔，您先别急着摇头，再摇出高血压来。我是正儿八经的承包，不是说着玩的。只要大家把菜卖给我，我不仅高价收，还现金收，绝不是说玩的。曹旺见铁柱满眼的坦诚跟认真，想想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能够得到岳林同志的谅解，这对上平村也是好事。我想想再说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看着远处的菜地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殊不知在他的身后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一直跟着他。上集说到铁柱在回去的路上，看着远处的菜地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殊不知在他的身后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一直跟着他。这人就是那个鼻青脸肿的龙家鹏。当时铁柱说岳林是他的女人，所以他想知道其中的隐情。就在这时，旁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这不是龙大学生吗？你这鬼鬼祟祟的要干嘛？”龙家鹏转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刘嫂子。你说我干嘛？当然是来看嫂子你了。刘哥在家没？咱还有这福气呢，说的人家心里这个好难受啊。你刘哥没在家，正好我家后院的地里这2天老是有虫子，你来帮我看看。走看看去。于是俩人便一前一后的走进玉米地。然而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刘大强看了个正着，气得他拿起锄头就要冲进去，可转念一想，传开的话还是他哥刘大勇脸上无光。刘大强狠狠地握了握锄头，还是转身离开了。3秒后，最近上平村有啥新闻没有？新闻？
最大的新闻就是铁柱喝多把人家岳林给糟蹋了，差点都把铁柱给沉了湖，最后铁柱要娶了人家岳林。听到这话，龙家鹏震惊的瞪大了双眼，没想到铁柱居然把他的梦中女神给糟蹋了。第二天，铁柱也没有闲着，去找了他的发小刘大强。在上平村，刘大强的水性，打鱼的能耐最好。咋的了？愁眉苦脸的，晚上睡觉姿势没弄好，压到裤裆里的球了。你那嘴里就说不出啥好话，你不去想法哄人家岳林开心，来找我干嘛？哄他开心不能光凭嘴说，得有实际行动。我是来让你帮忙的，咱俩去平湖打他几百斤鱼，我送到市里去卖。铁柱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咋说起胡话来了？发他妈什么烧？明天你不给老子打500斤鱼，老子把你的猪窝都给点了。交代完以后，铁柱先回家做装鱼的准备，进门就看见王霞跟爹娘在说话，桌子上还摆着那25块钱。你们现在都别太担心，岳林的情绪还是很稳定的，但是人家父母已经把他的工作给调配好了，再有2月，人家就要回市里上班。在这之前，如果岳林还不原谅铁柱的话，那就难办了。你们都不用急，我心里有数，这是我造下的孽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然后铁柱把他爹冬天盖地窖的一块大塑料布给拿了出来。你又拿它干啥呀？一个败家玩意。我有用，娘，晚上把饭帮我送到平湖去，把大强的那份也带上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去平湖干啥呀？王秀莲的话刚问出嘴，就听到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。然而王霞却忽然想起什么，急忙追出院子。铁柱，那25块钱怎么办？拿回去给岳林，他要不拿就给他撕了。星空下，直到王秀莲跟楚喜先来送饭，俩人才停止忙碌。人家要菜，难道还要鱼？要是能要，但是要不了这么多，其他的我是准备拿去卖的。啥？卖鱼？那能卖出去吗？扯淡！在市里做买卖很麻烦的，不是这证就是那个许可，少一样都不行。我听我哥说，要想卖东西还得有摊位，每天还得交管理费，这真的能行吗？这些你们就不用跟着操心了，我能卖出去就是。4日天还没亮，铁柱就起身出发了。他直接把拖拉机开到一个人多的小区门口，便吆喝起来：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正宗平湖野生大鲤鱼，吃1条享2条，你吃1顿享2顿，不鲜不活不要钱了，便宜卖了呀！在这个时代，哪有直接到小区门口卖鱼的？给大伙弄得又好奇又觉得新鲜，都纷纷围了过来。小伙子，这鱼咋卖的？现在市场上的鱼都1块多钱，人家那是有成本，卖的贵。我这是自己打的鱼，没证没许可也没有管理费，所以我就卖8毛1斤，比市场便宜几毛钱。小伙子说的实在，鱼也确实便宜，来给我挑1条大的，买回去给家人解解馋。大妈，您看这条怎么样？3斤2两，就算您3斤2块4。大家纷纷都说楚南做买卖实在，这要是在国营商店，半两都算钱。于是大伙你1条我1条，一会的功夫就卖出去158斤鱼。想买的都买了，不想买的再好人家也不买，于是直接来到市场，想找个正儿八经卖鱼的，把剩下的鱼便宜点批发出去。也是老天眷顾他，正好有家卖鱼的摊子，盆缸都是空的。老板要鱼吗？新鲜的大鲤鱼，我全都要了，多少钱？全都要的话，我给你算8毛。8毛？不要，太贵了，批发才5毛。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你看看那5毛的鱼能跟我的比吗？饲养的鱼啥价格？我这可是纯野生的大鲤鱼，肉质鲜美，肯定就会贵点。光是打鱼就很费劲，8毛钱1斤，我都没赚啥钱。那也贵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6毛，你全都卖给我。不行，8毛就是8毛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今天肯定没进到货吧？这些鱼你要是不要，今天可就别想赚钱了。小伙子真会做生意，服了，8毛就8毛，过秤吧。鱼称好后正好是208斤，铁柱给赵老板抹了个0。兄弟，买卖做得不错，以后再有鱼就往我这送，我就要你的鱼。赵哥这么给面子，下次给你送鱼，我给你算便宜点。回到上平村，楚喜先跟王秀莲见那么多鱼都卖掉了，是满满的惊喜。可是惊喜归惊喜，楚喜先还是愁眉苦脸。那回你曹叔通知大家去开会，说是商量让你承包菜地的事，左邻右舍的都骂咱们异想天开。待会这回你就别去了，去了你也是打架惹乱子。我跟你妈过去听听就行。爹娘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烧鸡跟水果，我先去看看岳林，你们先吃吧。铁柱，鱼都卖完了。卖完了。行啊，你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这个能耐呢。看来你们老楚家真出个能人了。啥能人不能人的，我给岳。你们买了烧鸡还有水果，这个是我给你们买的收音机。啥？收音机？妈呀，岳林，咱这屋也终于有个带响的东西了，太好了。吃饭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对了，小林，我还给你买了点巧克力，我以前听你说过你喜欢吃巧克力，就买给了你，想家的话就吃点吧。还有这是我今天赚的钱，因为买了东西还剩160块，60我拿着，剩下的放在你这里保管吧。说完，铁柱放下钱便迈步离开。别管他挣钱辛苦不辛苦的，给你就拿着，先养成这个好习惯，以后的钱都你把着。
王霞，这钱我不能拿，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我若是拿了这钱，那我成什么了？你还是把钱给铁柱送回去，他做生意也得要本钱啊。哟，现在就知道心疼人了。行，那我待会就给他送回去。铁柱没听父母劝阻，从王霞家出来便去了村委会。当他们看到那700斤的菜连个菜叶子都没有剩下时，大伙就好像疯了一样，追着拖拉机跑。续接上集，铁柱从小姨家出来便去了村委会。此时村委会的大院里挤满了人。啥？让铁柱承包我们的菜？我没听错吧，曹叔？那个铁柱是什么人呢？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还是个流氓，让他包我们的菜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没错，我宁可把菜扔了也不卖给他。曹旺沉着脸看着楚喜仙和王秀莲老两口。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家铁柱？是，铁柱以前是不着调，可是现在他变了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去赚钱，也不喝酒，也不跟那些狐朋狗友厮混，就算是他有点过错，也轮不到你们来说他。这话说的，变不变我们哪能知道？而且跟我们有啥干系？总之我们不能把我们辛辛苦苦种的菜让他拿去糟蹋，大伙说对不对？对，说的没错，我们的菜凭啥给他？做生意做啥生意？我看他就是在投机倒把。都给我闭嘴！杨翠花，你比比划划的想要干啥？还有你们这几个，平时干农活没有你们，说起这些你们倒是有些事吧。我找你们来，不是让你们非得把菜包给铁柱，而是看你们自己的想法，想卖就卖给铁柱，不想卖也没有人强迫你们，弄得跟声讨大会似的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铁柱的声音就在院子响起。场面真热闹，要不要我站在前面让你们当面骂一顿？铁柱一来顿时都闭嘴不敢说话了。我也不跟你们说废话，有些菜贩子5分钱收你们的菜都把人家当爹，那我1毛钱收你们的菜，是不是把我当爷爷？众人皆是震惊，1毛钱1斤，那当然是好买卖啊！5分1毛的，你能拿出这个钱吗？你想让我们把你当爷爷，就把钱拿出来，说别的都是白扯。我一直叫你舅老爷，你反过来叫我爷爷，那不乱套了吗？你还是当你的四舅老爷吧。我在这里跟大伙表个态，你们的菜我1毛1斤收，而且给现金，想卖的就去跟我爹说，不想卖的我也不勉强。爹娘，咱回家去。等到铁柱一家离开，众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心思。如果铁柱说的是真的，那不卖就是傻子。铁柱来到平湖边，刘大强已经打了足足有上百斤鱼了。听铁柱说一上午就把鱼给卖光了，刘大强一脸震惊。铁柱，那可是300多斤鱼，你都卖完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给你的，你别管我是咋卖出去的，以后跟着哥，很快就让你变成万元户。铁柱，这可是60块钱啊，真是给我的吗？这次有点少，下次我再多给你点。好，咱俩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你做啥我都支持你。别废话了，后半夜去帮我拔菜，然后继续打鱼。夕阳满天，铁柱经过小姨家门口时，听到一群人说话，很是热闹。这些人都是岳林的同学。我们整天的馒头、土豆、咸菜，你们却能吃上水果、烧鸡，你们是不是捡到宝贝了？也分给我们一点，让我们也享受享受。可不是嘛，我都快2月没有吃到肉了，把那鸡腿给我吧。我就不信这些是你们买的，不信就对了，这些都是岳林的男朋友给买的。你说的是龙家鹏，别开玩笑了，他哪有这个能耐？他算什么东西，配得上咱岳林同志吗？我说的是我外甥铁柱。话一出口，众人皆惊地看向岳林。你说那个街溜子，他比龙家鹏更可恶？谁说不是啊？岳林，你咋想的？龙家鹏好歹也是个大学生，虽然人见点，但也比铁柱强吧？你们别听他胡说，我现在没有打算跟任何人谈朋友，以后别再让我听见你们谈论这个，不然我跟你们翻脸。铁柱咋的你们了？人家现在肯吃苦，这些东西还有收音机都是我外甥买的，以后我不准你们这么说他。门外的铁柱也失落起来，岳林现在还是在抗拒排斥他，看来他得更加努力了。回到家，家里更是热闹，都是来登记卖菜的，属杨翠花的声音最大。老楚大哥，你先给我记上，我家那几亩地的菜都包给你们了，让铁柱先去我家。老刘不在家，你在这嘚瑟啥？上一边去。你家的菜还能长些天，我家的菜这2天就得挖，再耽误几天都得烂地里。听到这些，铁柱也是皱起眉头。当时想的是大家的菜都给他，也就不愁没菜送，却没有考虑到蔬菜的成熟时间，也没有考虑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卖菜。这些户的蔬菜加起来，光靠老马工地的那100-200斤的销量根本就不行。我粗算了一下，登记的足有2万斤，这么多的菜你能卖得出去？你还说现金收菜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到时候卖不出去，我看你怎么弄。就在这时，王霞把125块钱原封不动的送回来了。以后别再给岳林送钱，赚多少你自己拿着吧。你给我记住铁柱，你要是不争这口气，让别人总是这么看不起你，以后你就别见我们。说完，王霞转身离开。王秀莲还一脸的奇怪，也只有铁柱知道王霞为啥生气。娘，这钱你拿着吧，之前不是还说没钱收菜吗？这不就有了吗？爹你也别愁，我自然有我的法子。这样吧，咱家地里的菜还能再长个10天半月的，今天晚上先把大松家的菜收一些吧，他家的菜再不拔，那就烂在地里了。人家既然求到咱，就得说话算话。次日一早，铁柱拉着大松家足足700斤的菜出发了。到了工地，人家都是好顿抱怨。我还以为你不来给送菜了，
今天开饭的时间都得推后半个小时，下次记得早点。就在这时，老马跟一个中年人走了过来。老马，这菜是你买的？这是我这个小兄弟给送的，便宜还新鲜。我这小兄弟人不错，铁柱，我给你介绍个大老板认识。马叔，今天菜送的有点晚，耽误大家吃饭了。耽误一回能有啥事？我给你介绍客人，这位是惠氏造纸厂的厂长曹永胜，你叫他曹哥就行。曹大哥你好，我看你的菜不错，我的工厂有2000多工人，每天食堂2顿饭，光是菜就得几百斤。要是你的菜便宜，以后每天也给我送500斤。谢谢曹厂长的关照，每天我都会把菜准时送到，也希望曹厂长能帮我多宣传宣传。虽然这点小钱在曹厂长的眼里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我们还在奋斗中的农民来说，已经是很难得的收入了。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实在人，回头我帮你问问纺织厂的老陶，他那儿有5000多人，需要的菜更多。你今天就先把这些给我送去吧。谢谢曹厂长，我这边弄好就过去。没事不着急，那就这样吧。老马，我先走了。铁柱，好好维护这个曹老板，人家随便从手指缝里流点，都够你花一辈子的了。菜这块一定弄好。马叔，这次还得谢谢你，明天我给你弄几条野生大鲤鱼尝尝鲜，给你老丈人也送2条。老丈人就不用了，他昨天让我老丈母娘把胳膊打断了，吃不了这些，都给我就行了。我最喜欢吃鱼。回到上平村可就热闹起来了，杨翠花带头站在村口等着。当他们看到那700斤的菜连个菜叶子都没有剩下时，大伙就好像疯了一样，追着拖拉机跑。大强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，但揍人的活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。你下手这么狠，再打死他呢？他那一条烂命值得吗？我不是为了你。说完，刘大强便转身离去，弄得铁柱是一头的雾水。但现在他也考虑不到别的，直接把龙家棚拖出院。接上集，当他们看到那700斤的菜连个菜叶子都没有剩下时，大伙就好像疯了一样，追着拖拉机跑。娘，这猪蹄子弄几个土豆给炖上，也给你二老补补身子。这些东西我先给月林送去。行，去吧，等你回来了吃饭。看看人家现在铁柱有钱了，连大猪蹄子都能买得起。哎呦呦，还给人家月林买了方便面呢。可不是咋的，那就是方便面啊！我就在小卖部见过，咱也没吃过，也吃不起，5毛钱一袋啊！这铁柱是真转了性了，我就奇怪，那些菜他都卖给谁了呀？来到小姨家，这里也很热闹。据说有个同学过生日，他们这些实习的都来了。王霞见铁柱又拎着东西来，急忙迎了过去。这是香皂吧？月林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块香皂吗？就不买回来了吗？这是啥呀？洗衣粉。据说这东西洗衣服又干净又香。方便面啊，月林，你快看，方便面。咱就在大学吃过一次，都好几年没吃到了。这是啥呀？哎呀妈呀，猪蹄子，大外甥啊！你这是在哪儿买的呀？月林，你把那洗衣粉给我点呗，我也试试洗个衣服看看。那香皂给我用一下行吗？我做梦都想吃猪蹄子，咱赶紧炖了吧。猪蹄子是给小林补身子的，晚上要是饿了没吃的，就泡方便面吃，以后就用香皂洗手，能保护皮肤。铁柱，你给我出来一下，以后你不要再往我这里送东西，我不稀罕这些。你也别以为送点东西就会改变我对你的态度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小林，你这么说我就不用担心了。你要是原谅我，估计我连动力都没有了，一辈子不原谅，我就可以一辈子来救赎我的过错。我做这些不是在求你原谅我，而是要我自己原谅我自己。说完，铁柱便转身离去，留下满脸惊疑的月林。回到院子里，月林还是有些想不通。就在这时，龙家鹏拎了几块小卖部欠来的蛋糕走了进来。你来干嘛？请你来了吗？今天是邹淑敏的生日，我也是她的同学，不请我就不来了。还是你们有啥见不得人的，怕我知道？你别胡说八道，自己要点脸，赶紧滚，这里没人愿意理你。你别在这跟我废话，我又不是来看你的。月林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，不跟你出去说。月林，有些话你觉得当着同学的面说好吗？我可是给你留着面子呢。院外，龙家鹏轻浮地看着月林，忽然伸手就要去摸月林的脸。你想干嘛？请你自重。你有啥资格让我自重？你被铁柱睡的时候，咋不知道自重？铁柱那样的人都能睡你，我摸摸你怎么了？月林强忍着眼里的泪水，转身就要走。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把你的丑事写信告诉你的父母和你身边所有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你到底是咋被一个农村的人糟蹋的。被要挟的月林还是站住脚步，却已无力回头。不想让他们知道也行，答应我2个条件：先让你在省里的父母把我也安排到市里去，而且还得跟你安排到一起。第2个条件，今天晚上去我的宿舍找我，你要是赶不去，明天我就给你的父母写信，让你一辈子都没脸见他们。你的父母会因为有你这么个女儿颜面扫地，这其中的厉害你自己衡量吧。他再也无法去承受这些打击，哭着回了院子，把自己关进屋里。王霞仔细一想，就知道龙家鹏肯定知道楚南跟月林的事了，于是他也不管同学怎么想，立刻跑去找铁柱。此时铁柱跟刘大强商量着能不能鱼跟菜一起送。就在这时，王霞火急火燎地跑进院子。铁柱，龙家鹏那家伙知道你们的事了，他可能用这个要挟月林，你快点去阻止他。铁柱猛然皱起眉头，就往外走。铁柱，你不能打人，就说月林是你的女朋友，你们都是心甘情愿的。还未等铁柱答应，刘大强一听到龙家鹏这个名字，就想起那天在玉米地撞见的一幕，恨得他眼珠子都红了。龙家鹏，今天看我怎么整你！
刘大强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一道飞影似的冲出院子。他咋还疯了？还说啥呀？快去追呀！刘大强那小子一根筋，别弄出人命。这会儿荣家鹏还像个大爷似的坐在院里。你都吃几袋了，又不是给你买的，那是人家铁柱给岳林买的，你咋好意思吃？给岳林买的就是给我买的，他铁柱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想吃岳林这块天鹅肉？我老实跟你们说，岳林就是我的女朋友，谁也别想跟我争。话音才落，满脸杀气的刘大强便冲入院子。龙家鹏，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刘大强。这一声可把院子里的众人给惊得一愣。刘大强，你疯了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凭啥要打我？没管他说什么，刘大强上去就是一顿暴揍。就在此时，铁柱和王霞跑了回来。大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疯了吗你？刘大强，别打了！你想打死人吗？给我住手！快住手！终于是在龙家鹏鼻青脸肿之后，刘大强才住手。大强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，但揍人的活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。你下手这么狠，再打死他呢？他那一条烂命值得吗？我不是为了你。说完，刘大强便转身离去，弄得铁柱是一头的雾水。但现在他也考虑不到别的，直接把龙家鹏拖出院子。铁柱，你想干嘛？别老子闭嘴！我上次跟没跟你说过，谁欺负我的女人，我就弄死谁。你不长记性，我就给你长点记性。说完，铁柱转身搬起一块石头，就要往龙家鹏的身上砸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欺负岳林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你连条狗都不如！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岳林是我的女朋友，你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，我宁可这条命不要了，也要杀了你！给我滚！以后不准再踏入这院子半步！滚！龙家鹏起身就跑，边跑还边在心里怒骂道：岳林、铁柱、王霞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为了深表歉意，我给大家唱首歌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说走咱就走。听了这首歌以后，一群人疯了似的冲到曹旺家，接上集赶走龙家鹏以后，铁柱回到院里，众人已经收拾好了院子，纷纷离开。王霞把炖好的猪蹄盛了一大碗，让铁柱给岳林送去。而这一次，岳林居然没有赶铁柱走，只是低着头看着他那委屈的模样，铁柱的心里是一阵的绞痛。小林委屈你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这一生都无法抹去对你造成的伤害，但我也永远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岳林的眼眶再次的湿润了，但也升起阵阵的暖。我的猪蹄子可香了，吃点吧。一句话给岳林弄得是哭笑不得。放桌上，赶紧出去吧，别在这气我了。没问题。铁柱乐颠颠地走出屋子，这是个好的开始。但回到家一抬头，却发现拖拉机不见了。他急忙进了屋里。爹，拖拉机呢？你曹叔的儿子开回去了，人家说要用，我总不能拦着吧？铁柱一听是曹旺的儿子曹祥庚，顿时皱起怒眉。整个上平村最不服他的就是这个曹祥庚，俩人见面就打，这次肯定是看用他家的拖拉机赚钱。他心里不满，故意把拖拉机开走了。可是没有这上平村唯一的拖拉机，还怎么送菜送鱼去赚钱？想到这里，铁柱只能是硬着头皮来到曹旺家。你来我家干啥？滚！我想来就来，跟你有毛的干系。我知道你想用我家的拖拉机去送菜赚钱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给我磕头叫声爷爷，我就让你开走。要是放在以前，他的拳头早就抡上去了。现在要紧的是弄拖拉机，谁跟他在这打架玩？想到这里，铁柱只是淡然一笑，转身就走。铁柱，你就是个怂货，怕了老子以后就给老子躲着走。铁柱都不理他，他有更好的法子对付他。随即转道来到村委会，趁看门老头睡觉溜进办公室，便打开了大喇叭。各位村民，我是铁柱，在这里播送的通知，因为曹祥庚同志不让我使用拖拉机，我答应各位村民收的菜就不能进行了。大伙有啥疑问，可以去曹旺书家问曹祥庚吧。为了深表歉意，我给大家唱首歌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说走咱就走。听了这首歌以后，一群人疯了似的冲到曹旺家。此时正在地里干活的曹旺脸都黑了，扔掉锄头便火急火燎地往家跑去。等他到家的时候，数十个村民都已经堵在他家。那杨翠花的大嗓门喊得最欢：曹祥庚，你个混蛋，你凭啥不让铁柱用拖拉机？我们菜你给卖呀？你还是个人吗你？你要是耽误我们卖菜，我们就把地里的菜全都搬你家来，让你家拿钱收。你就不能跟你爹学点好的？缺德带冒烟，损人不利己。人家铁柱带领大伙致富，你在这里搞破坏，你这就是在破坏上平村的致富发展。各种骂名都扔在了曹祥庚的身上。眼看着村民越来越激动，曹祥庚也有些害怕了。曹旺知道众怒难压，可难压也得压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拖拉机是我买的，我还没说不让铁柱用，你说话好使吗？我在这里跟大家和平和谈，拖拉机铁柱车用，谁也管不着，
这回你们满意了吧？都给我干活去，赶紧走。有了曹旺这句话，大家都满意的离开了。曹旺也没有骂曹祥庚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揍，吓得曹祥庚都爬屋顶去了。你个兔崽子，给我下来！我是你跟我娘生的，你就骂吧，反正我不下去。咱家的拖拉机凭啥让铁柱用？我不服，他能送菜我也能送菜，他能赚钱我也能赚钱，有啥了不起的？反正我就是不让他用。你去送菜，你长那个脑袋瓜了吗？你能把菜卖掉，我去叫你爷爷。你除了打架吃饭，还会干啥？你把我气死就乐了，一个混球！干骂也没用，打也打不着。曹旺只能是自己开拖拉机给铁柱送去。你咋还亲自给送来了？去弄点辣的，咱俩整2盅，我都快让那个混账东西气死了。曹叔，要是为难就开回去吧，别因为个拖拉机再给你气出脑血栓，不值当。你小子别说风凉话，要不是为了你跟岳林同志，你以为我愿意管你？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气我。就在这时，王霞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。铁柱不好了，岳林发烧晕倒了，村里的卫生员弄不了，得赶紧去镇上。一听说岳林晕倒了，铁柱的心都炸裂了，立马就去发动拖拉机。可偏偏这拖拉机出了问题，急得铁柱直接把摇把子一扔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小姨家。此时的岳林已是昏迷不醒，铁柱背起岳林就往镇子的方向跑去。医生检查之后，确定只是着凉，还有些低血糖、惊吓跟营养不良。打上针后，岳林也开始渐渐的退烧。我想喝水，先喝点橘子汁。医生说你低血糖、营养不良，得多补补身子。小姨，你看着岳林，我去买2只鸡，晚上回去炖点鸡汤给岳林喝。等铁柱离开后，王霞说道：我感觉铁柱真的变了，你觉得呢？其实铁柱背我10几公里来医院，我挺感动的，也可能他只是做样子。一个人的改变怎么可能那么容易？有的时候，爱情的力量超过想象。我不是想揭开你的伤疤，只是想跟你说，从那次之后，铁柱真的变了，变得有责任心、有担当，还如此的细心。你看他平时给你买的那些东西，老实说，换做别人能想到这些吗？这说明铁柱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里，时刻都在考虑你的需要、你的情感。虽然他错过，但是他也在用行动救赎着自己呀。这些道理岳林都懂，只是那道坎是不可能那么容易迈过去的。不过此时的岳林对铁柱也渐渐有了好感。大家快点去看呢，刘大强跟曹祥庚在湖边打起来了。接上集，此时铁柱正在镇上的市场里买鸡。铁柱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镇上的邮递员宋启阳。铁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有一次下大雨，宋启阳不小心掉进山沟里，是铁柱经过的时候把他给背出来的。你在这干嘛呢？买2只鸡给我女朋友熬汤喝，你今天不忙吗？你有女朋友了？谁家的姑娘啊？说给我听听，看看我认识不？是岳林。岳林是不是那个实习的女大学生？我知道那姑娘，她经常给她省里的父母写信。行啊，你小子眼光够可以的呀，连大学生你都能追到手。今儿我遇到你了，高兴，咱俩喝点去。今天就别喝了，改天你去上平村，咱俩再喝。岳林有点着凉，等着喝鸡汤呢，咱俩就改天吧。行，这2只鸡多少钱？我来给。不用，我自己有钱。你有是你的，再说了，你能有啥钱？你别跟我争，说我掏就我掏。既然如此，铁柱也只能让他拿钱了。虽然2只鸡一共13块钱，但是对于1个月工资不到30块的宋启阳来说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俩人又聊了几句，便互相告辞。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呀？是不是有钱烧的？回上平村10几里地，这凳子是给小林走累了坐着歇会用的，瓜子、花生、水果是给你走到无聊吃的。这个点了，回上平村连个拖拉机都没有，只能走着回。小林现在的身子虚，不能劳累。他的细心与耐心就好像一道接着一道的暖流，涌进岳林的心里。铁柱是真的累透心了，回到家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楚喜先看铁柱这样也是心疼。你在家睡觉吧，我跟大强还有你娘去装菜，弄好你送就行。楚喜先在大松家装了500斤的菜，又去湖边装了400多斤的鱼。初秋的清晨是很凉的，阵阵的风吹来，让铁柱感到一丝丝凉意。铁柱先把菜送到造纸厂，又送给人家几条鱼，跟着又来到工地，给老马装了几条大鲤鱼，最后才来到市场。称鱼的时候，铁柱就发现老赵总是捂着胃部，好像很难受似的，便问道：赵哥，胃难受啊？有点难受，早上起得早没吃饭，有点受凉了。赵哥，这是家里自己养的鸡下的蛋，你赶紧先垫吧2口吧，这个年纪得注意身体啊。2个鸡蛋，一句关心，让老赵心里是莫名的感动，瞬间就把铁柱由送鱼的生意人上升到了朋友的层面。以后只要是你的鱼，你送多少我要多少，下次你来，我给你算1块钱1斤。赵哥的好意心领了。老实说，这些野生鱼我也就是拿个人工跟运费而已，8毛1斤我也是有赚头的。再说了，做买卖要奔着有钱大家赚，这样才能让生意好。说的不错，以后你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的。赵哥，这轻卡是你的吗？多少钱买的？你说它啊，那是我去年花2万多买的，一直用它拉鱼，后来我又换了个大卡，这个就扔在这里，一直都没用。咋的？你也想买啊？天冷了，老是用拖拉机也不方便，想着买个这样的轻卡拉货。
买啥啊？这个你就拿去开着，反正放在这里我也不用，等你换好点的，把这个给我送回来就行。赵哥，这不行，咱俩非亲非故，如果我给你弄坏了，那多不好。非亲非故就不能是朋友了，看得起我你就拿着，看不起我就当我没说。话都这么说了，于是铁柱答应了，跟老赵约好，先把拖拉机送回去。傍晚的时候他来开这个，铁柱把拖拉机开回上平村，直接开到曹旺家。把别人家的东西当自己的东西，你要点脸不？你要是闲的，就去茅房薅蛋去，别跟我这唧唧歪歪的，老子没空理你。铁柱，你咋给送回来了？不用了，曹叔，我自己弄了个4轮子。你不怕把自己吹上天？你能买起4轮子，也不看看自己啥德行？你要是能买得起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留着那个头给你祖宗磕吧。曹叔，我先回去了，那2瓶酒还有那只烧鸡是我孝敬你的。说完，铁柱便转身离去。你别信他的，其实他就是送不出去菜了，在这硬装呢，我就不信他能买得起4轮子。闭嘴吧，人家买不买得起都比你强，撒泡尿照你自己再说人家。铁柱回家打了个招呼，饭都没吃，就往镇上赶，争取在天黑之前把青卡开回来。正走着的时候，宋启阳就在后面喊他：铁柱，你等会我。正好我要去镇上，你带我一段。你先看看这封信是那个叫龙家鹏寄给省里的，但是地址跟岳林寄给他父母的地址一样。平时我就见龙家鹏这家伙贼眉鼠眼的，不像个好东西。他给你女朋友的父母寄信干什么？铁柱想都没有想，直接撕开信封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，我怀着万分悲痛以及愤怒的心情向你们说个消息。你们的女儿岳林同志在实习的上平村遭到了一个流氓的强迫，失去了她的贞洁之身。我为岳林同志出头讨公道，却被那个流氓恶霸铁柱3番2次毒打。岳林同志被强迫要挟，几次要轻生都被我劝下，我也实在是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听闻岳林同志就要去市里工作，如果这些遭遇被单位知道，必定会影响到他以及伯父伯母的事业前程。我与岳林同志情投意合，难舍难分，也不在乎他的过去遭遇，愿与他白头偕老，不离不弃，还望伯父伯母成全，把我俩都调入一个单位，以示关照。铁柱看完都笑了，以后他的信你都给我，走吧，去镇上。别人要求是不行的，但是铁柱要求，宋启阳没有二话。傍晚时分，铁柱开着青卡回到上平村，消息很快传遍全村。有啥了不起的？也不是新的，能值几个钱啊？你管是新的旧的，人家能买得起，你能买得起呀？别说4轮子了，你连3轮都没有。谁知道他是买来的还是咋弄来的？他就送了几天的菜，就能买得起4轮子？鬼都不信啊！谁说这是我买的？那你是咋弄来的？你跟大伙说说，看你能说得出不？反正是好到来的，这跟你没啥关系。说完，铁柱也不再理他们，直接回到屋里。你跟我实话实说，那个4轮子真的是赵老板借你的，你没骗我？是我骗你干嘛？有必要吗？现在不过就是先用着，等我赚够钱之后就买个新的。爹，你儿子已经变了，现在我就想着怎么赚钱，好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。行了，我得去看小林了，一会回来吃饭。对了，待会大强来的话，别忘给大强拿100块钱，那是我答应人家的。等铁柱拎着东西离开，卢喜先叹了口气说道：真是儿大棒爹娘，这大包小包的往岳林那拎，咱啥也没有。你别不知足，儿子不是给你买了卤肉吗？赶紧洗手吃饭吧，晚上还得去装菜呢。在王霞家，铁柱把买来的东西放在了院子里的桌上。岳林恢复的还算不错，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同学说话。给小林买了点补品，有奶粉，还有糖块，又买了点水果，还有一只烧鸡。众人是一阵惊呼。岳林今天也没有任何抗拒的表情，铁柱也能从岳林的眼里看出是那么的柔和。就在这时，院外忽然传来一阵喊声：大家快点去看呐！刘大强跟曹祥庚在湖边打起来了。铁柱，今天我就要收拾你！我说你是不是有毛病？现在老子没心情陪你们玩，赶紧给我让开！让我们让开也行，从我们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接上集，听说刘大强跟曹祥庚要打架，铁柱连忙赶了过去。你今天敢碰一条鱼，老子跟你拼命！凭你也敢拦着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平湖是你家的吗？湖里的鱼我想拿就拿，我看你今天敢拦着我！你别指我，我就指你咋的？眼看就要动手，大伙也等着看好戏的时候，铁柱赶到上前，一把推开曹祥庚。老子不跟你掰扯那些没用的，要鱼自己去弄，要么我俩整死你！平湖里的鱼全村都有份，凭啥你们拿去卖钱？要卖也是大家一起卖，有钱大家赚，大伙说是不是？说得对，卖的钱就该分给大伙。平湖可是上平村的，铁柱这么做就是在占集体的便宜，我们不答应。对，铁柱要是在卖鱼，就得把钱平分给每个村民才行。平湖里的鱼就在那游，谁有能耐谁就去卖，我不拦着你们，你们也别拦我。说完，铁柱就拽着刘大强去了一边。大伙听我的，他能卖咱也能卖，他有4轮子，我有拖拉机，我来带着大伙致富。你为啥不让我跟他打？你打他干啥？有劲没处用啊！可是他现在要抢咱的生意，你能忍？抢？拿啥抢？全村数你水性最好，曹祥庚那怂货
饭见口唾沫都得绕着走，生怕淹死。你让他下湖打鱼，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这有啥着急的？说话的时候，曹翔更壮着胆子下水了。别怕，往湖中间去，大胆的往前走，那湖水最深也就到你脖子那。话音才落，曹翔更脚下一打滑，直接坐在了水里，吓得他不断挣扎，连喊带叫的跑回岸边，都吓尿了。你瞅你那点能耐，水还没到膝盖，就吓得好像没了你爹似的，这点本事还想打鱼？谁说啥？曹翔更都不听了，屁滚尿流的往家跑去。王霞跟岳林还有邹书明几个同学也都来到湖边，结果却发现人家铁柱正跟刘大强在整理渔网，哪有什么打架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怕你跟人打架，明知故问。打什么架呀？打架！来都来了，我给你们烤鱼吃。大强，挑最好的大鲤鱼，弄几条上来，我这边架火。很快，烤鱼的香味随着清凉的晚风飘进大伙的鼻孔里，拽着他们满满的食欲。小林，吃的时候注意刺，别卡住。谢谢。这声谢谢让铁柱的心里宛如百花盛开，晴空万里。听说你买了个4轮子，我哪有钱买？是一个老板借给我用的。明天你几点去市里？带我跟岳林一起去呗，我们想买点东西。没问题，我6点左右出发，到时候我去接你们。另一边，曹翔更正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。铁柱，你等着，我非找机会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。咋的了，曹哥？又跟铁柱打起来了？于是曹翔更把这几天跟铁柱的冲突讲述了一番。曹哥，你别生气，我有法子弄他。明天咱这样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装了700斤菜以及350斤鱼的铁柱，带着王霞跟岳林便往市里出发。没走多远，前面的道路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给堵住了。于是铁柱下车来到树前，想看看能不能搬动。忽然旁边的林子里响起一声口哨，手拿木棒的曹翔跟赵三等人就把铁柱给围了起来。铁柱，今天我就要收拾你。我说你是不是有毛病？现在老子没心情陪你们玩，赶紧给我让开。让我们让开也行，从我们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给我磕头叫爹，我们就放过你。哟呵，还有俩小娘们呢，这不是便宜咱兄弟们了吗？铁柱，你走可以，把娘们留下。说他啥都行，敢对岳林不敬，那就是在刮他的逆鳞。铁柱抬腿一脚，直接把赵三给踹倒在地，反手又是一拳，直接轰在了曹翔更的脸上。随后一群人扭打在一起。这个场面把王霞跟岳林可吓得不轻，但是也不能看着铁柱吃亏，于是下了车。混乱之中，赵三猛冲到王霞俩人的身前，他知道王霞是铁柱的小姨，没胆子打，于是举起木棒就要往岳林的头上砸，吓得俩人是一声尖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猛然挡在了岳林的身前，随着一声闷响，木棒狠狠地砸在了铁柱的肩膀上。小林别怕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随后反手抢下赵三的木棒就抡了过去，把赵三胳膊打得差点骨折，疼得赵三杀猪一样的惨叫，转身就跑得没影了。今天你们不弄死我，我就弄死你们。他爆发的那股拼命式的杀气把曹翔更等人都给镇住了，众人撒腿就跑。直到这时，铁柱才感觉肩膀传来一阵剧痛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咱赶紧去医院吧。去啥医院？这是为小林受的伤，比命都珍贵，越疼我越喜欢，越疼我越激动。都伤成这样了还贫嘴，你听话，咱们赶紧去医院。虽然说好去医院，但是铁柱急着给人家送菜送鱼，一顿忙活下来，他们也终于知道铁柱是咋赚钱的了。700斤菜，350斤鱼，一共卖了420块。我那个妈呀，420块，做生意真的这么赚钱啊？以后我还会赚得更多，我发过誓的。你别贫了，我们现在去医院吧。我先送你们去商场，这钱你们也拿着，想买啥买啥，我自己去医院就行，这样也不耽误时间。琳琳，我这是借你的光了，去商场咱俩花钱去。岳林也没有拒绝。本来他们的口袋里就没有几块钱，铁柱在医生的检查下确定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筋骨。即便如此，铁柱也是对曹翔更一阵恨意。曹翔更，等我回上平村，非得让你长一辈子的记性不可。接上集，3人会合后，铁柱带俩人去了饭店。小林，你多吃点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。看到岳林开心，铁柱也很开心，但他没有沾沾自喜，而是提醒自己还要继续的对岳林好，同时他还要继续的赚钱。他忽然看了看墙上的日历，脑海里想起前世在报纸上看过的一个新闻，在前世那只是新闻，但现在那就是赚钱的机会。等会儿再买点水果，买点肉，你们拿回去。买点苹果吧，我这几天都想吃苹果。好，把俩人送到家门口，铁柱就回去了。王霞正在跟岳林摆弄买来的东西时，龙家鹏就迈步进院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出去，不然我叫铁柱过来。你别急啊，我说几句话就走。看看你们买的这些东西，得花不少钱吧？谁看了都得眼红。也行，能买就买吧。等过几天小林回市里上班，想买也买不了。说够了就赶紧走。行，我走。我看铁柱还能保护你们到几时？说完，这家伙拿起一个苹果就跑出院子。铁柱这边回到家，就看见曹旺在跟楚喜先喝酒。娘，我买了肥肠，给曹叔跟我递下酒吧。老东西看到了吧？大小我就说铁柱这孩子能突击，现在咋样？4轮子也开上了，整天的大鱼大肉孝敬你们，还能往家里赚钱。再看看我那个败家儿子，整天的游手好闲，不知道今天又跟谁打架了，那脸肿的，
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都是不省心的料，我这也是整天跟他操心。铁柱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，有啥话你就说吧，曹叔，我听着呢。按理说你现在赚钱是好事，曹叔看着也高兴。但是你卖平湖鱼这块，村子里可是风言四起，都说你侵吞村里的共有资产，卖鱼的钱还揣进自己口袋。现在大伙都要求你把卖鱼的钱分出一些给他们，我也没法子帮你往下压，毕竟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曹叔，我要承包平湖。什么？承包1年，我给村里交200块钱，先承包10年的，承包费1年一交，村里的人吃鱼免费，这样就有交代了，不是吗？你说的这个可以，能让那群人闭嘴？回头我用大喇叭喊一声。那还不够，我还有条件。既然同意我承包，那咱就得签合同，白纸黑字的写明白，村子里还要盖章才行。你这个小兔崽子跟谁学的这些，弄得还一本正经的。行，明天我就跟你签合的。傍晚，铁柱来到平湖，发现刘大强还在湖边搭了屋子。你这是打算在这住下了呀？在这住着比较安静，看不到那些闹心的东西，再说也能看着点鱼，省得曹祥庚那货来偷鱼。我发现你最近咋心事重重的呢？到底咋了？没啥，就是想在这里静静。以后没人敢来偷鱼，我把这平湖给你承包下来了，以后这湖里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说啥？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事业，先做些养殖的生意，以后我就把送鱼的生意给你了，你也能赚到钱，好娶媳妇结婚啊。你把生意给我，那你呢？你做啥？不是说好咱俩一起做生意的吗？这里不是我该待着的地方，过段日子我会跟着岳林去市里发展，等我赚到钱的时候，你再去市里跟着我干。咱俩是永远的好兄弟，一辈子的好兄弟，咱俩拜把子吧。拜你爹的腿，滚！另一边，岳林跟王霞也在聊着。再有1个月我就要去市里上班了，我怕铁柱纠缠我，到时候你得帮我跟他说清楚。说啥清楚啊？难道你不想让他娶你，对你负责？我不要他负责，而且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。我的父母也不会同意我嫁给一个农民，我也不可能说服我自己嫁给他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也不喜欢他，怎么嫁给他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最近为啥这么能吃，还这么虚弱？你很有可能已经怀了铁柱的孩子啊！你什么都可以隐瞒，但是你一天比一天大的肚子，你怎么隐瞒？我准备把孩子打掉，他本来就不该出现在我的身上，那是铁柱造的孽，我不会生下来的。这把王霞给惊的半天都没有说出话，仿佛眼前的岳林已经不再是他认识的岳林了，他变得决断、冷漠，甚至是残忍。难道你没有看见铁柱是因为你而改变的吗？如果让他知道你的决定，你让他怎么办？你考虑过他吗？我为什么要考虑他？如果不是他那么对我，会是这样吗？你有没有替我想过，我该怎么去面对？我是绝对不可能嫁给铁柱的，永远都不可能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送完菜，来到了会市第一制鞋厂的门口。这是会市最大的私人制鞋厂，专门生产制作各种男女士鞋子。看到这里，铁柱的心里也有数了，于是他随即回到上平村找曹旺签了合同。到了晚上，铁柱又返回到会市，来到一家饭店。一进去，铁柱的目光就落在了一个中年人身上，他就是第一制鞋厂的老板孙德林。于是铁柱径直来到桌前，装作很着急的样子。孙总，您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？你不想要你的工厂了是吧？你是谁啊？在说啥话？我是个电工，今天检查线路的时候，发现你们工厂的电线有混线，你要是再不回去看看，随时都可能着火。众人是一阵嘲笑，觉得铁柱就是在这里危言耸听、胡说八道。辛苦你了，明天我就找人看看。明天你的工厂可能就烧成灰了，我可没有跟你说着玩，转转你的那个大脑袋想想，我闲的呀，会跟你说这些。店有问题你去跟工厂的工人说，该咋弄就咋弄，你跟老板说啥？看你就来气，我们兄弟几个在这喝点酒，你一会着火，一会消失的。你是电工，那你就去修啊！你在这说什么废话？老孙，咱们继续喝酒，不用理他。你的厂子里又不是没有人，别听他瞎说。就是啊，你不就是电工，你去给看看不就得了？你们厂看大门的老头不让我进，他说只要下班，老板他爹来了也不让进。你想喝酒，那就继续喝吧，别后悔就行。我没啥了不起的，你的工厂着火跟我有啥干系？每个月我也就挣那点工资钱。按说这小伙子没理由跟我说这些废话吧，肯定是看出有问题才会这么说的。喝几个你们先喝着，我回去看看，没啥事我再过来，咱们接着喝。你跟我一起去吧。